从庄子子期算命，看福气与人生追求。大家好，我是明德君。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灿烂星空中，庄子的思想独树一帜，如同一座深邃的智慧宝库。其中的寓言故事更是蕴含着无尽的哲思，启迪着后人对世界人生的深刻认知。今天，让我们一同走进庄子徐无鬼中子期算命的奇妙故事，探寻其背后深藏的人生真谛。故事中的子期并非寻常人物，他首次出现在《齐物论》时，一句南郭子期引机而作，宛如一把神秘的钥匙，为我们开启了关于天籁地籁人籁的深邃探讨，引领我们思考自然与人类声音背后的哲学意义。而后在人间世中，他对着商丘的一棵大树阐述出无用之用的独特观点，让我们对事物价值的评判有了全新视角。在庄子构建的寓言世界里，子期始终扮演着大道阐述者的重要角色，他的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对人生自然宇宙的深刻洞察。故事的另一位主角九方殷同样大有来头，在列子中，他被称作九方高，以一段九方高相马的传奇事迹闻名于世。相传其木工爱马如痴，不惜耗费上万两黄金寻找千里马，却始终未能如愿。伯乐推荐了自己的师兄九方高，九方高欣然领命，很快便相中一匹黄色母马。然而当其木工见到这匹马时，却发现是一匹黑色公马，众人纷纷质疑，连马的毛色与性别都分辨不清，如何能选出好马？伯乐却深知九方高的不凡，解释道：常人相马往往只关注马的外在表象，而九方高注重的是马的天赋和内在素质，这正是他远超常人之处。事实证明，这匹马奔跑起来尽显千里之姿，果真是一匹难得的千里马。这段故事不仅揭示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深刻道理，也让我们看到九方高拥有洞察事物本质的卓越能力，为他在子期算命故事中的登场埋下了充满期待的伏笔。言归正传，回到子期算命的故事，子期有8个儿子。一日，他将儿子们召集在面前，对九方殷说：请为我这8个儿子看看面相，判断谁最有福气。九方殷只匆匆瞟了一眼，便笃定地说：捆最有福气。子期满心疑惑，九方殷接着解释，捆将会与国君一同饮食，终其一生。这本是令人欣喜的预言，可子期听后却泪流满面，悲叹道：我的儿子为何会有如此遭遇？九方殷十分不解，说道：与国君一同饮食，这恩泽可惠，及三族做父母的自然也能受益。如今先生听闻此事，却哭泣，莫不是要拒绝这上天赐予的福禄？如此看来，您儿子有福气，您却好像无福消受了。子期长叹一声，缓缓说道：您怎能确定捆真的有福呢？与国君一同饮食，不过是酒肉入口，可这些享受从何而来？我从未牧羊，却有羊羔出现在屋内角落；从不喜好打猎，却有鹌鹑出现在屋内另一角落。这没来由的事物，难道不奇怪吗？我与儿子在天地间游历，同乐于天，同食于地，不追逐世俗之事，不谋划功利之业，只顺应自然，保持天真本性，不为外物所扰。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，捆却突然有了世俗意义上的天降好运，这实在不合常理。但凡有奇怪征兆的事，背后必有不寻常的缘由，我深感不安。况且这并非我和儿子追求的，也不是我们犯下的过错，而是上天强行给予的，我怎能不难过？后来的发展正如子期所担忧的，捆被派往燕国，途中遭遇强盗，强盗为了便于将他卖为奴隶，砍断了他的双脚卖到齐国。机缘巧合下，齐国富翁渠公可怜捆的遭遇，将他买下，让他看守街门。从此，捆每日与齐国军民一同吃饭，虽衣食无忧，却也只能在异乡以残缺之躯度过余生，印证了九方殷的预言，却也充满了悲剧色彩。那么，庄子通过这个故事究竟想传达什么呢？其中蕴含着3个层次的深意，值得我们深入思考。第一层体现了庄子道家思想对福气的独特认知。九方殷眼中，捆能与国君同时，意味着高官厚禄、荣华富贵，是物质与感官享受的极大提升，自然是莫大的福气。然而，在修道的子期看来，这种福气不过是世俗的追求，是普通人趋之若鹜的目标，而真正的福气在于顺应自然，在天地之间以生命最本真的状态生活觅食，在精神层面与自然和谐共鸣，才是最幸运的人生。若一个人被强行赋予不属于自己的物质财富，导致精神世界的修炼受阻，无法回归自然本真，那么这所谓的福气实则是灾难的开端。这让我们不禁反思，在现代社会中，我们是否也常常将物质的富足等同于福气，而忽略了内心的宁静与精神的满足？
第二层揭示了没有来由的福气往往会带来沉重负担。子期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，正如古人云：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一个人若没有与之匹配的德行与智慧，却拥有过高的地位或财富，灾祸便可能随之而来。同样，一个人未曾付出努力，也没有认真追求，却突然得到一笔横财，这看似幸运，实则隐藏着危机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不难看到一些人在突然获得财富或地位后，因无法驾驭而陷入困境，生活反而变得一团糟。这种没有根基的好运，就像无根之木、无源之水，难以长久维系，甚至可能成为人生的负担。第三层故事中隐藏着深刻的隐喻，暗示了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生活的后果。所谓与国君一道吃饭，象征着奢华的物质生活，这是许多人心中福气的象征。当我们仔细想想，捆享受这种生活的背后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他被带往遥远的齐国，远离家乡和亲人，被剥夺了顺应自然天性的生活状态。他失去双脚，身体遭受严重伤害，这是对个体生命的极大损害。这映射出现代社会中许多人为了追求物质财富，背井离乡，告别熟悉的生活环境和亲朋好友。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，物质生活或许得到了改善，但内心却失去了曾经的快乐与自由，精神世界变得空虚荒芜。曾经简单纯粹的生活一去不复返，取而代之的是被物质束缚的疲惫与迷茫。庄子生活在千年前，却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预见了现代社会人们精神世界的困境。他通过这个预言故事层层递进地向我们传达道家思想的精髓。真正的福气在于精神层面的富足与自由，而不是物质的堆砌。我们在尘世中奔波忙碌，往往被物质的欲望蒙蔽双眼，忽略了内心真正的需求。当我们在追求物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时，不妨停下脚步，思考一下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。作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，倘若能够领会庄子所传达的这层深意，尝试给心灵松绑，放下对物质的过度执着，或许就能重新踏上精神世界的探索之旅，去感受自然本真的快乐。我们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中抽出时间亲近自然，倾听内心的声音，培养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寻找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美好。让我们从庄子的智慧中汲取力量，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人生追求，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找到平衡，以更加从容自在的姿态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，去拥抱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。在日常生活里，我们常常被世俗定义的成功与福气裹挟，比如为了追求高薪工作，没日没夜的加班，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；为了购置更大的房子、更豪华的车子，背负沉重的债务，让自己在压力中喘不过气。我们以为拥有这些物质就能获得幸福，却在得到后发现内心依旧空虚。其实真正的福气与人生价值就藏在那些被我们忽视的小事里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家人的一句问候，朋友的一次帮助，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，才是构成幸福生活的基石。当我们放下对物质的执念，用心去感受这些美好，会发现生活处处充满惊喜。让我们从庄子的智慧中觉醒，不再盲目的在物欲的洪流中随波逐流，以一颗平和的心，在追求物质基础保障的同时，更多的去滋养自己的精神花园。无论是阅读一本好书，学习一门新技能，还是投身公益，帮助他人，都是丰富精神世界的途径。如此，我们方能在这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与安宁，收获真正富足而有意义的人生。以自然为友，让心灵归真，拥抱生活的诗意，让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。